此后，我被自己的徒弟炼成了一柄扇子，仙骨炼制成扇骨，人皮做成扇面，血肉掺在颜料里，用来绘制扇面上的美人图案。那时我才知道，我的徒弟竟然是个自带系统的穿越女。她夺走了我的修为，但是这偷来的毕竟不是自己的。当她因为渡不过雷劫，尖叫着让系统回荡的时候，我跟她一起回荡了。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看着眼前的柳思妍，我总算是明白了，雷劫之下，她那句回荡是什么意思。至于为什么我也跟着一起回来了，我猜是因为她将美人扇认主了的关系。师尊，明明我才是你的亲亲徒弟，为何你要将凝霜剑给他人？明明嘴里喊着师尊，但是柳思妍脸上没有一点敬意。也是，柳思妍依仗着系统，极少有人能入她的眼，更何况我这个曾经的手下败将。不过她眼底闪过的轻蔑，倒是让我确认了，她跟我一样，都有着回荡之前的记忆。凝霜剑是一把冰属性的灵剑，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主人，一直在我的宝库里面落灰。恰逢宗门里收了个罕见的冰灵根弟子，柳思妍听说我有意将凝霜剑送给对方，特意跑到我面前哭诉，凝霜剑不适合你。对于我的拒绝，柳思妍并不意外，她如上一次那样拉着我的手撒娇，可是弟子真的好喜欢凝霜剑，不过一把剑而已，您就送我吧。当时我只觉得他是小孩子心性，跟他解释一番之后，将自己炼制的匕首给了他。即使是这样，柳思妍仍旧心怀怨恨。后来他砍掉了凝霜剑主人的双手，挖了对方的灵根，拿着沾着自己主人血的凝霜剑，在我面前炫耀，沈清善你看，这件最后还是到了我的手里。至于我送他的匕首，则用来将我扒皮拆骨。沈清善，既然你名字中带一个善字，那就成为一把真正的扇子好了。他夺了我的修为，将我的仙骨炼制成16根扇骨，人皮做成了扇面，就连精血也被物尽其用，掺在颜料里，用来绘制扇面上的美人图案。我的神魂被禁锢在美人扇中，日日遭受焚烧之痛。我也是那时才知道，我的小徒弟柳思妍竟然是个绑定了系统的穿越女。不过这偷来的修为终究不是她自己的，不过是一场化神雷劫，就让她原形毕露。算起来，距离她将我制成美人扇还有一段时间。对于我这个化神期的修士来说，解决掉现在的柳思妍，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但是就算我现在将柳思妍杀了又怎样？只要有系统在，她就可以无限的回荡。我真正的对手从来不是柳思妍，而是她所依仗的系统。你喜欢就要送你。意料之外的回答让柳思妍脸上出现一条裂缝。师尊，不是。不是什么？我一把将她挥开，打断了她的话，只要你喜欢，不管适不适合，你都想要。考虑到柳思妍是个女孩，我从不曾用严厉的语气跟她说话。不过现在不一样了，趁着柳思妍愣神的功夫，我继续输出。我今天才发现，你竟然是这样的心性。今天是一把剑，明天就可能是其他的。照你这么说，那你喜欢天上的月亮，我是不是也要摘下来送你？虽说知道现在不能轻举妄动，但是我也不想柳思妍过得轻松。从今日起，你去暗室思过1个月，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出来。柳思妍一脸的震惊，我猜她可能是在想，为什么我跟之前的反应不一样？也许是被我吓到了，又或者是考虑到现在还不是除掉我的好时机，她最终还是忍下了。只不过虽说她极快地调整好了表情，但目光在扫过我腰间的匕首的时候，眼底还是露出了一丝不甘。暗室是用来惩戒宗门内犯了错的弟子的地方，那里暗无天日，更没有可以修炼的灵气。柳思妍一向娇生惯养，想来在那里面会受不少苦头。看着柳思妍若有所思的离开，我努力压制住想将她捏死的冲动，在心里对自己说，不急，这只是刚刚开始。二徒弟陆长风来找我，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素来不喜欢人多，青云峰上一共也就我们师徒4人。大徒弟即墨尘，出身世俗界皇室，修为已至元婴。他一直在外，在我死之前，跟柳思妍总共也就见过2、3面。但是陆长风不一样，他跟柳思妍相处时间长，跟他关系也最好。一提到我这个二徒弟陆长风，总是绕不开清风霁月，
谦谦君子这些字眼。良好的家教加上优异的天赋，让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游刃有余。3个徒弟中，他是最让我省心的，最后也是最让我痛心的。我将他教得太好，我教了他要与人为善，教了他要尊师重道，教了他有爱师门，但是却忘了告诉他人心隔肚皮，忘了告诉他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死后，柳思言利用从系统那里兑换来的道具，让我这个二徒弟对他情根深重，时常为了争夺他的一个笑脸而跟他人大打出手。每当这个时候，柳思言就会对着美人善炫耀：沈清善，你看，兄弟戏强，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徒弟。眼前的陆长风依旧白衣如新，但是我脑子里浮现的却是他支离破碎、面如死灰的狼狈模样。在误杀了自己的大师兄，又得知我这个师尊被柳思言练成了美人善之后，素来洗洁的他，任凭泥水混着血水顺着衣角流下。他跪在美人善前，浑身发颤，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陆长风开口将我从回忆中拉了出来：师尊，您这次……长风，你觉得你的师妹是个怎样的人？师尊这是何意？陆长风一脸疑惑，但还是顺着我的话继续：师妹虽说有一些小毛病，但是她从小一人漂泊在外，无人教导，这也是难免的。好在她现在年纪还小，只要我们好好引导，还是能改得过来的。是的，上一世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3个徒弟中，他可以说跟我相处的时间最长，受我的教导最多。我呵斥他，是因为发现他为人偏激，是非不分，自私自利。我鞭策他，那是因为他懈怠修炼，如果不督促他，估计我飞升了都看不到他结丹。但是这些在柳思言的眼里，却变成了我为人高傲，瞧不起他。我遇到柳思言是在凡间，后来柳思言说漏了，我才知道，我跟他的相遇，打从一开始就是他跟系统计划好的。为了吸引我过去，柳思言甚至不惜用系统那里兑换来的道具，将一整村的人都变成了行尸。我正愁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将陆长风支开，这倒是个机会。柳思言当时刚刚穿越过来，再加上我赶到的及时，事情了结之后，又第一时间将他带回了宗门。如果真的留下了什么证据，他根本来不及消灭。长风，你去趟我当初遇到你师妹的那个村子。我了解陆长风，我也相信，如果看清了柳思言的为人，即使有系统的帮助，陆长风也一定不会像之前那样走上不归路。师尊是在怀疑什么吗？陆长风聪慧，一句话就将我的目的给猜了出来。那师妹那边，为师心里有数。说起来，柳思言似乎是格外享受众人追捧的感觉。除了二徒弟陆长风外，他还让修仙界一众天之骄子对他俯首称臣，一个个都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不过也有一个例外，楚萧。不管柳思言使用什么手段，得到的都不是楚萧的青睐，而是他的嘲讽。柔柔弱弱，半点没有你师尊的风采。沈清善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能提剑丹闯魔窟了。明明都是化神，沈清善能追着我跑3天3夜，你怎么在我手底下3招都过不去？要不是看你师尊是沈清善，你以为你能出现在我面前？沈清善怎么会教出你这么个玩意儿？楚萧亦正亦邪，做事全凭心意，跟我一向合不来。也是真没想到，他对我的评价竟然那么高。在楚萧那里踢到了铁板，倒是激起了柳思言的胜负欲。不过，直到他渡劫失败，重新回档，连楚萧的边儿都没有沾上。上一世，活着的我跟楚萧的最后一次碰面，还是他听闻我因为护着门下的弟子在秘境受了伤，跑到我跟前炫耀他从秘境里扒拉来的宝贝。看到完好无损的从秘境里出来的楚萧，再一想到我的血本无归，我气得直接吐了血。楚萧临走前，一脸得意地跟我说，要去闭个关，好好炼化他的宝贝。后来我在外出游历的时候遇到柳思言，将他带回了宗门。直到我死，被柳思言练成美人善，他都没有出关。能让柳思言的道具失效，说明楚萧身上一定有什么可以抵抗系统的手段。要不然我去问问。不过楚萧也没给我行动的机会。陆长风前脚刚走，正当我在犹豫是先趁楚萧不在掏了他的老窝，还是先去强制他出关的时候，转眼间楚萧从一旁的树上跳了下来。沈清善，
好久不见啊，小野，我出关了。我跟楚萧的结识，最早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当时我是刚出宗门的小筑基，他是在修仙界底层摸爬滚打的小散修。我的第一个宗门任务是协助师兄师姐去逐鹿城消灭作祟的妖魔。我随着一众师兄师姐刚到达逐鹿城，就看到楚萧将剑从一个修士的胸口中抽出来。当时我以为楚萧跟妖魔是一伙的，提剑就上去砍。这也不能全怪我，一袭黑衣，手握滴血的剑，再配上他那张狞笑的脸，他比妖魔还像妖魔。楚萧也不解释，我砍他，他就跟我对砍。后来我才知道，宗门情报有误，之前收到的消息是在逐鹿城作乱的是一只寻常的相当于人修金丹期的妖魔，但是实际上那是一只相当于元婴修为的眼魔。城中大半的修士都成了眼魔的傀儡，即使我们最后终于将眼魔消灭，那些修士也回不来了。而楚萧杀的就是其中之一。事后楚萧不接受我的道歉，我也觉得他行事太过于乖戾。修仙界秘境就那么些个，因为修为相仿，那段时间我出门历练，总是能碰到他。争法宝，抢机缘，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每次见面都要打一架的程度。不过随着我们各自修为的提升，随着我常年镇守宗门，就很少碰面了。我收敛了脾气，变成了那个无悲无喜的仙尊。即使是遇到了，碍于身份，也不会再跟他一般见识。一想到上一世柳思言在楚萧这里吃的亏，我看楚萧这人都顺眼了很多。喝茶吗？这话一出，楚萧夸张的双手抱臂猛搓。沈清善，你吃错药了，就不能给这人好脸色。我吸了一口气，努力压制心底想一掌拍死他的冲动，从储物袋里掏出茶具。不喝就滚。跟楚萧打交道的次数多了，我也摸清了他的脾性。他这人稍微对他好一点，他没准还会觉得你对他有所图谋，要害他。果然，听我这么说，楚萧长舒了一口气。这样才对嘛，沈清善，有事儿你就说，你刚才那样，我有点害怕。印象里，这还是我第一次跟楚萧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对饮。楚萧，如果有天你不自觉被一个人所吸引，因他喜而喜，因他怒而忧，变得完全不像自己，那你会怎么办？再三确认了我递给他的茶杯里没有投毒之后，楚萧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即使不抬头，我都知道楚萧的目光一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你说的这人，怕不是修了什么邪术吧？不是邪术，但是跟邪术也差不多了。毕竟那个系统邪门的紧，一遇到柳思言，那些天骄们就变得不像自己。他们抛弃了宗门，抛弃了亲友，只为一人活，满心满眼都是他。见我不像是在开玩笑，楚萧顿了顿，一脸的严肃。沈清善，你是不是整天跟你们宗门那群老家伙待在一起，被他们传染了傻病？他做没做样的倚靠在软垫上，恢复了之前混不吝的样子，明明年纪不大，总喜欢装老深沉，有意思吗？我呸！我这叫稳重，你懂个屁！我真是疯了，才会觉得从楚萧的嘴里能问出什么有用的话来。看我起身拔剑，楚萧一边大笑，一边像只猴子一样窜远。我不操控其他人就算了，其他人还妄想来控制我，估计一出手就被我送去回炉重造了。我的人生不会让其他人插手，除非是我心甘情愿。是了，如果在一开始就不给柳思言机会呢？楚萧这番话倒是给了我新的思路。恰逢宗门小比，为了不引人怀疑，我提前将柳思言放了出来。师尊，我输了不要紧，但是我怕我给您丢脸。徒儿不想让别人说青善仙尊的徒弟竟然是个连普通内门弟子都打不过的废材。我比那些师兄师姐入门晚，修为也不如他们，思言好怕啊。面对故作可怜，娇滴滴来讨要好处的柳思言，我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的请求。思言，你这么想是不对的。要知道，你修炼不是为了他人的称赞，也不是为了不丢我的脸面，而是为了你自己。你在暗室思过的时候，为师也在反思自己。过去我对你太过于宠溺，任你予取予求，这不是对你好，这是害了你。看着柳思言倒抽了一口冷气，目眦欲裂，我总算是体会到了楚萧的快乐。看着对方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只能气得干瞪眼的感觉，还真是好。
我又补了一句，你放心，为师脸皮厚，你随意丢。我遇到柳思言的时候，他已经17岁了。他虽说有灵根，但是起步太晚，早就错过了最佳入道时间。我一直对他严加教导，但是现在我不会了。宗门内跟他年纪相仿，修为又比他高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被禁锢在美人扇中，日日跟在他身边，没有人比我更加了解真正的他。呼风唤雨惯了，重来一次，柳思言自然不能忍受自己默默无闻。跟他关系好的二徒弟陆长风被我支走了，我这里走不通，他现在根基浅，只能依靠系统。也确实如我所料，擂台上柳思言一连掏出几件我没见过的法宝跟符篆。一旁来观看的其他宗门的长老捋着胡子调笑，青善仙尊对这个小徒弟还真是疼爱。一个筑基期的小辈，浑身都是宝贝，这在咱们修仙界可是独一份啊！长老怕是误会了。我笑着摇头，我这小徒弟的这些法宝可不是我给的。上一世在发现柳思言身上总是莫名其妙多出很多我没见过的东西后，为了防止心怀不轨之人的觊觎，我对外宣称都是我给他的。我为他遮风挡雨，但是他回报我的是什么呢？是一壶带着毒的酒，是扒皮拆骨，是被制成美人扇日日受烈火焚烧之苦。听者有心，这话一出，周围人顿时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不是长辈所赐，柳思言一个没有什么身份背景的小修士，从哪里得来的这么多就是中等宗门都不常见的法宝？看他使用法宝符篆毫不心疼的样子，是不是说明他身上还有更多的宝贝？逐利是本性。柳思言刚从擂台下来，就有好几道神识随他而去。因为自身实力不行，即使浑身是宝，柳思言最终只不过是止步前20。虽说名次不是很靠前，但是他还是凭借着那张小白花的脸交到了不少朋友。只不过比照上一世，因为没有展现出足够的实力，现在他身边的人不再是天骄，只是寻常的内门弟子。他们也不再像上一世那样对他无比推崇。我有一种不是猜测的猜测，是不是因为他将积分都去兑换了法宝，所以导致现在积分不够用，兑换不了更高级别能获人的道具了？小比结束之后，柳思言跟着他新结交的朋友一起出宗门做任务。有消息称，距离宗门最近的岳麓城出现了魅妖，所以需要派弟子先行前往查探。魅妖虽擅长获人心智，但是攻击力极低，更何况他们还只是去勘探，并不是围剿。不过，就是这么简单的任务，柳思言他们却出了岔子。一共5人出任务，回来的时候站着的只剩下了3个。涉及柳思言，作为师尊，我走一趟是理所当然。当我一只脚刚迈进主峰的大堂，耳边就传来了柳思言的哭诉：我们跟魅妖碰了个正着，陈师兄，陈师兄才。一旁一个女弟子一脸不忿，当时我们明明已经要回宗门了，是柳师妹你不顾众人的劝阻，一意孤行，非要去城郊的树林。重来一次，我对出现在柳思言周围的人很关注。这女弟子一开口，我就立马认出来，她是这阵子跟柳思言走得极近的女修。她此时盯着柳思言，眼里都要冒出火来。如果不是为了救你，陈师兄怎么会变成这样？眼看着柳思言还要反驳，我立马开口：思言，这女弟子说的可是真的。见我来了，柳思言一脸的委屈，眼泪流得更凶了。师尊，弟子只是想去那边查探一下情况，我要是故意的，何必还要拿法宝出来救陈师兄？听柳思言这么说，一旁的女弟子怒火中烧：陈师兄是因为你才身陷险境，你救他不是应该的吗？仙尊，柳师妹不顾他人劝阻，一意孤行，拖累同门，这是我们大家都看见的。就算他是仙尊您的徒弟，你也不能包庇他。包庇？当然不会，这罚理应当受。柳思言愣住了，他不知道我跟着他一起回荡了，还以为我会像上一世一样维护他，但是却没想到我不是来为他撑腰，而是落井下石的。也许是这段时间的不如意积攒的太多，反应过来之后，他脸上的委屈立马转化为愤怒。我是师尊的徒弟，师尊您不护着我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帮着外人？是我非要去城郊树林没错，但是陈师兄他修为低，抵不过魅妖的一击，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话说的就有点是非不分了。我冷笑出声，要按照你这么说，要是你草菅人命，我也要站在你那一边。就因为你是我的徒弟，出门在外不听从命令本就违反了门规，更何况还连累同门遭了难，如今还顶撞师长，我往日的教导都让你就着饭吃了。自打回荡起就忍着的一掌，终于拍到了柳思言身上。众目睽睽下，柳思言飞出去，又重重落在地上，连带着吐了一口血。亲传弟子柳思言不听指令，任意妄为，拖累同门，触犯门规，由本尊亲罚100鞭。这还远远不够。我走到已经愣住了的女弟子跟前，掏出一瓶丹药递给她，这药可以治你那师兄的伤。我是想柳思言吃瘪，但是却不想因为这儿害了其他人。你能不忌讳柳思言是我的徒弟，大胆将事实讲出来，这样很好。看着对方一脸疑惑，我继续说道，我平日里对柳思言疏于管教，没想到竟让他养成了这种自私自利的性子。你们作为柳思言的同宗师兄师姐，如果可以，帮我管教他好不好？看着对方低头若有所思，我知道我的目的达到了。我一向少出现于人前，在柳思言的宣传下，众人皆以为他是我宠爱有加的小徒弟。上一世，柳思言将我身死的消息瞒得严实，对外只宣称我闭关了。毕竟他当时只是金丹外出闯荡，一个活着的仙尊，比前仙尊的爱徒的名号更有威慑力。而今天我亲手罚他，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要是他借着我的名号在外行事，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况且看着女弟子对那陈师兄的关心，想必柳思言日后在内门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一顿鞭子几乎要了柳思言半条命，不过这还不算完。柳思言不知悔改，不尊重师长，罚案事思过3个月。重来一次，我的不同必定会引起柳思言的怀疑。趁着他神志不清，我放了一张传音符在他的身上。传音符只能用12个时辰，不过也足够了。如我期待的那样，被关在暗室里的柳思言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系统。系统，为什么回荡之后，沈清善对我的态度跟之前不一样？你不是无所不能吗？竟然连这个都不知道。显然，系统的回答柳思言并不满意。有没有什么道具能让沈清善恢复之前的态度？他语气中带着气急败坏。算了，我还是兑换毒药吧，就是上次用在沈清善身上的那个。本来想多留他一阵子，既然他这么不识趣，那还是去死吧。什么？积分不够？柳思言在那边跟系统商量怎么对付我，我也没闲着。多亏了他日日将美人扇带在身边，他去过的地方我都知道。趁你病，要你命，我准备将他去过的秘境都扫荡一空。虽说我用不上，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不过也不知道是赶巧了还是怎么，总能跟楚萧碰上。当我又一次在一个只有金丹期修为才能进入的秘境中看到楚萧，我终于忍不住了。楚萧，你是不是在我身上藏了定位符？我怎么到哪里都能碰见你？我还没有问你呢，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咱们青善仙尊竟然不猫在青云峰了。楚萧长得好，即使修仙界最普通的法医也掩盖不了他的风采。要不然上一世柳思言也不会一见楚萧误终身，变成一个恋爱脑。就连杜雷杰这种关键时刻都变成了他对楚萧的表白现场。哦，对了，恋爱脑这个词儿我还是从他跟系统的对话里学到的。说话间，不少女修的视线都乱在他的身上。楚萧对那些目光视而不见，拍了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戏谑道，只能说咱俩有缘分，闯个秘境都能碰到。至于我为什么来，我乐意，你管我呢？我就知道这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楚萧严重拖延了我的进度。有他在，我想要拿到上一世柳思言得到的东西，势必要跟他争抢一番。只要有他在，秘境里的东西基本上是我们俩对半分。收到二徒弟陆长风的传讯的时候，我几乎是下意识松了一口气。我敢说，我守在青云峰几百年来生的气都没有这阵子多。沈清善，你要走了。收到传讯符的时候，楚萧就在我旁边，他也丝毫不避讳，就这么光明正大的站在一旁偷听。我指着秘境的门口，控制不住的翻了个白眼，不是喜欢搜刮秘境吗？去吧去吧，我不跟你抢了。
楚萧反倒是不动了，秘境哪有看你跳脚有意思啊？他笑着倚靠在一旁的树上，你那二徒弟说的事儿还挺有趣的，带我一个，怎么样？也不等我回答，他继续自说自话，就算是不带我也没关系，反正我知道了地点，我也可以自己去。我看着从我身后冒出来的楚萧，陆长风半天没说出话来。师尊，您怎么？我怎么会跟楚萧这个魔星一起？要是可以，我也不想啊。一想到楚萧的闹腾，我只觉得生无可恋。什么柳思言，什么系统，楚萧才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修仙界。为了防止楚萧整出什么幺蛾子，我特意绕开了城镇，专挑荒郊野岭走。哪知道他不仅招人，招猫逗狗的水平也是一流。一会儿拔了3头狮的胡子，一会儿烤了烈焰鸟的蛋。人家找上门来了，他就两手一摊，往我身后躲。身为守护修仙界的仙尊，看见妖兽作乱，怎么能置之不理？仙尊，我也是修仙界的一份子，救救我，快救救我！这一路，我不知道斩杀了多少妖兽。不愧是人称谦君子的陆长风，他几乎一瞬就调整好了表情。师尊，我走访了周围的几个村子，发现岐山村似乎是一夜之间，所有村民都变成了行尸。我去府衙查看了岐山村的人口登记簿。说到这儿，陆长风顿了顿。岐山村有103户，常住人口542人，其中柳县人家一共3户，但是没有一家的女儿叫柳思言。所以师尊、师妹我遇到柳思言的地方叫岐山村。因为地处修仙界跟世俗界的交界处，所以村中有一半的人都有灵根。当时我游历到此处，听闻此地有行尸出没，前来查探，却发现除了柳思言外，整村人都变成了行尸。当时我急着回宗门，再加上柳思言那时还是个没有修为的凡人，所以也没有再次探查，就将人带走了。眼见为实，只有让陆长风自己去发现问题，他才会打心底对柳思言抱有戒备。本想着借着这个机会顺道提点一下陆长风，没想到我刚想开口，一旁的楚萧就先出了声：沈清善，你这徒弟不仅笨还眼瞎，这明显就是那个叫柳思言的做的一个局啊！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楚萧那句话倒是说对了，我确实眼盲心瞎。长风，柳思言也是我的徒弟，为师不会冤枉他。但是在没有彻底查清楚他的来历之前，师尊希望你跟你大师兄能跟他保持距离。上辈子的教训太惨烈，我再也不想看着自己的2个徒弟死在我的面前。见陆长风没有反驳，我继续说道：既然你出来了，刚好就去帮你师兄吧，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你们2人就先不要回宗门了。大徒弟即墨尘被我派去镇守魔族边境，没个3-5年回不来，这段时间足够我解决掉柳思言这个祸害。打发走了陆长风，我转头看在一旁无聊的薅树叶的楚萧，热闹也看了，你什么时候走？楚萧的回答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沈清善，打从我出关去找你，就发现你不对劲了。楚萧的敏锐让我震惊，连你都要顾虑再三，说明这个柳思言身上有大问题，甚至会威胁到整个修仙界。他恢复了以往的嬉皮笑脸，你也别反驳我，你知道的，只要我想跟着你，你是甩不开的。况且他故弄玄虚，说不准你最后还要来求我帮忙呢。我求你像知花孔雀一样展现你那无处安放的魅力，将柳思言迷个神魂颠倒。这也不是不行。师尊，思言好想您。柳思言眼底都是倾慕，脸上没有一丝芥蒂，跟那个在暗室里大骂我不知好歹的他判若两人。师尊，之前都是思言的错，以后我一定努力修炼，思言只有您了，您不要不管我。虽说从暗室出来了，但是受之前魅妖事件的影响，再加上跟他同行的人将他的所作所为宣扬了出去，他在年轻一众弟子中的名声好坏参半。外出做任务，有一个好队友很重要，不少人对于他那种不听劝阻一意孤行的行为不认同，所以在组队的时候都将他排除在外。我对他的处置也被同门内其他弟子得知，没有了仙尊最宠爱弟子的名号，仅凭着他从系统那里兑换来的小恩小惠，他也没有像上次那样众星捧月。之前被我赠药的女弟子也不负我所望，
只要找到机会，就可劲儿跟柳思言作对。再加上怀疑他身怀异宝的有心之人的试探，这段时间柳思言可以说过得相当不好。既然你有心改过，那为师就看你的表现。因着我这一句话，柳思言每天雷打不动地上门求我指导他。他主动送上门来，我也不客气。对于他提出的想要学习新功法的请求，我借着他基础不够扎实拒绝了。不仅如此，还给他安排了大量的课业，白天练剑，晚上心法，隔三差五还借着实战练习的借口，将他一人扔去妖兽森林。一天12个时辰，一点都不能浪费。我修为高，10天半个月不睡觉都没关系，但是柳思言可不一样。他一个小筑基修士，3、5天就受不住了，眼底发青，嘴角起泡，走路都打晃。他似乎学会了蛰伏，即使这样都没有开口叫苦。身体上的打击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心灵上的了。我将一直居在我洞府里的楚萧给放了出来。跟在柳思言身边那么多年，我是见识过他对于楚萧的执着的。果然，就算他伪装的再好，在看到我跟楚萧同框的时候，眼底也难免泄露出一丝极度愤怒。柳思言明知故问：“师尊，这位前辈是您的朋友，您怎么从没跟我说过，您还有这样一位朋友啊？”思言，你僭越了。看他要开口跟楚萧搭话，我一口打断他：“为师交友，还需要知会你？我这段时间教你的规矩，你都忘记了？回你的洞府去，今日挥剑加5000次。”我知道楚萧一直在打量着柳思言，将柳思言打发走之后，一直不曾开口的楚萧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沈清善，你这小徒弟很有意思啊，我感觉你这个小徒弟身上有点奇怪的东西。他手中摆弄着一张被折成3角形的传声符，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我刚刚在你这个小徒弟身上留了点东西，等下我们一起听一听。这操作就有点眼熟。到了晚上，我从楚萧留在他身上的传声符里听到了他跟系统的筹划。系统，为什么楚萧会跟沈清善一起？我不管，将积分都兑换成攻略楚萧的道具，我一定要让楚萧爱上我。也不知道系统那边说了什么，柳思言明显不耐烦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任务重要。听到柳思言的豪言，赖在我洞府里不走的楚萧嗤笑，年纪不大，口气不小。既然已经被楚萧发现了，我索性也就不瞒着他。不过我没有告诉他我被柳思言做成了美人扇，也没有告诉他后来柳思言将整个修仙界搞得乌烟瘴气。听我说完柳思言身上的系统，楚萧一脸的不以为意。沈清善，不过一个不过眼的玩意儿，就值得你这么如临大敌？要不要我现在就去捏死他，然后再让他回荡一次？这可不行。柳思言也不是没有尝试过私底下去找楚萧，但是我给他布置的任务实在是太多，好不容易忙里偷闲也都扑了空。我放任楚萧自由出入我的洞府，今天一起对弈，明天相约断崖饮酒赏花。几次下来，他偷偷看我的目光越来越不满。我背着楚萧放在他身上的传讯符也传来了有用的消息。系统，我不能结单你也要受罚，你又不能帮我渡劫。沈清善现在对我的态度也跟之前大不一样，到时候指望他肯定不行。要不然你先赊给我道具，等我把沈清善的气运给夺过来，我再还给你。之前做扇子的时候，虽说一直跟在柳思言身边，但是我也并不知道他用什么来兑换积分。这下子他倒是给我解了惑。难怪跟柳思言组队出去的弟子回来后，轻则倒霉一段时间，重则重伤不愈，原来是被夺走了气运。之前一直留着柳思言，不过是想要找到系统的弱点跟目的，没想到他还真是沉不住气。不过这样也好，也到了该收网的时候了。我带着楚萧去了宗门的藏书阁禁地。我知道楚萧心心念念我们宗门藏书阁禁地很久了，之前是因为有我在，他不敢来。看着那一排排的不外传的秘籍，楚萧大为吃惊。沈清善，这可是你们宗门压箱底的宝贝，就这么任我看？他接住我随手丢给他的一本记录着禁术的功法，一脸的懵逼。来真的？沈清善，你对我这么好，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我也不是不能跟你凑合凑合。我将找到的禁书收到袖中，一掌打断了他的小声念叨：凑合个鬼！跟大宗门的精英弟子不同，
散修没有宗门资助，没有师长教导，更没有无数可供选择的功法。所以在闯出名堂之后，楚萧最喜欢的就是搜集秘境里的功法。我是不想把旁人扯进我跟柳思言的恩怨中的，带楚萧进藏书阁禁地，多少是有点转移他注意力的意思。楚萧如我希望的那样，一头扎进书海，连我设置了结界都不知道。确保他没个10天半个月出不来，我这才给柳思言传讯，告诉他我会为他打通经脉，助他结丹。柳思言几乎是立刻回了消息。强行结丹，这还是我从一个邪修那里得来的功法，这期间的痛苦就不用说了，更重要的是，就算成功了，日后的修为也会止步于此。修炼本就要一步一个脚印，没有半点捷径。所以当初得到这个功法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将其封入了藏书阁禁地。要不是柳思言提到系统不能帮助他渡劫，我还想不起来。既然柳思言想要结丹，那我就送他一场金丹雷劫。到了约定的日子，柳思言一大早就来到了我的洞府。师尊，这是我好不容易淘弄来的，感谢师尊助我结丹，事成之后，你一定要跟弟子畅饮一番。看着他手里提着的那一壶跟上一世一样的毒酒，我在心里冷笑。看来他最终还是说服了系统赊给他积分，真不愧是我的好徒弟，这是打着利用完我就干掉我的主意啊。不过这酒啊，我跟他是都喝不上了。我丝毫没有收力，将灵力灌输进柳思言的体内，任凭灵力在他的灵脉里冲撞。看他因为痛苦发出嚎叫，心里暗爽。眼看着他到了筑基圆满，我将人丢到了洞府前的空地上，顺道打开了提前布置好的传引阵法。不出意外，全宗都可以看到柳思言渡劫的画面。思言，为师只能帮你到这里了。说话间，雷云在柳思言头顶汇聚。之前打通灵脉已经将他折磨得够呛，这强行结丹的雷劫又凶险异常，仅凭着现在的柳思言根本撑不住。第一道天雷劈下来，柳思言尖叫出声：师尊，您说要助我结丹的，为师已经打通了你的灵脉，这难道还不够？看着因为疼痛表情都变了形的柳思言，我一脸恨铁不成钢。你资质太差，帮你打通灵脉已经耗光了为师的灵力，接下来的雷劫当然要靠你自己。柳思言目眦欲裂，不过他早就被我禁锢在原地，只能任凭天雷劈在身上，躲都不能躲。原本清秀的脸在痛苦跟愤恨的交织下显得十分狰狞。很快他就被天雷劈得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皮。沈清善，你等着，等我熬过去了，我不会让你好过。等你先过得去再说吧。我随手布置了隔音结界，用只有我跟他能听到的声音说道：怎么让我不好过？再次将我练成美人扇。柳思言一脸难以置信，连又一道天雷劈在他的身上都忘记了尖叫。你怎么知道？此时也不管我在一旁，柳思言大声呼叫：系统，系统，你快点出来！不对劲，这不对劲，为什么沈清善知道我将它做成了扇子？系统，我要再次回荡。虽说不知道系统说了什么，但是从柳思言的表情中我也能猜到，结果并不如他的意。系统那边行不通，他又转头看向我。师尊，我错了，我都是被系统强迫的。对，都是系统，全都是系统的错，是他想要夺取这个世界的修士身上的气运。只要您帮我度过雷劫，我就将系统的秘密全部都告诉您。师尊，求求您帮帮我，就算我死了，系统还会找下一任宿主，还不如留着我，我帮你一起对付系统。我直接戳破他的谎话，帮你度过雷劫，让你完成任务获得积分之后回荡。柳思言，这种时候了，你还想骗我啊？几番恳求，见我无动于衷，柳思言干脆露出了本来的面目。沈清善，你不要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能斗得过我？我告诉你，我今天要是活不下来，你也别想活。识相的话就赶紧来帮我，不然我要全宗门的人为我陪葬。我猜到柳思言有我不知道的底牌，我也一直在等他拿出来。最后一道天雷即将落下来，见到柳思言从衣领里扯出一块就是我当扇子的时候也没见过的玉牌时，我心里反倒是有种尘埃落定的感觉。柳思言，枉你做了我徒弟那么久，你可真是小看了我啊！柳思言小瞧了我，我可没有小瞧他。我飞速跃到他身边，你觉得我会怕死？
柳思言被我突然的行动弄懵了，你要干什么？从柳思言掏出玉牌那刻起，我就发现了他眉心凝聚出一团白光，不出意外，那就是系统。看来柳思言说的没错，即使没有他，系统也会安排下一个。我一把抓住刚刚脱离柳思言眉心，还没来得及飞远的白光，迅速用灵力将我连带着柳思言一起包裹起来。不顾化作白光的系统的挣扎，我以自身为牢，直接将其封印在体内。趁着柳思言愣神的功夫，我抢过他手中的玉牌，一把捏碎。你不是想要我跟你一起死吗？我来陪你啊！沈清善，你……柳思言毕竟还没有金丹，随着玉牌的爆炸，他一句话都没说完，就已经化为了飞灰。我虽说肉身强悍，但是也没好到哪里去。将爆炸的范围控制在我周身，消耗了我绝大部分灵力。我能感觉到自己的丹田跟五脏都已经被震碎。早在他对我破口大骂的时候，我就解除了隔音结界。趁着还能喘气，我关闭了传影阵法，传讯全宗。孽徒柳思言心怀不轨，勾结邪魔，以下犯上，今已被我斩杀。本尊即将闭关，从今日起非我允许，众人不得上青云峰。本尊闭关期间，望众人秉持本心，脚踏实地，以匡扶正义、除魔卫道为己任。我回到了自己的洞府，用最后的灵力开启了青云峰的护山阵法。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马上就要死了，往事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眼前闪过。从第一次下山遇到楚萧，再到后来我成为人人尊敬的仙尊，再后来我收了3个徒弟。现在想一想，我跟楚萧斗智斗勇的那些时候，竟然是我少有的欢快时光。鲜血糊住了我的眼睛，不用照镜子我都知道，我现在一定是七窍流血。上一世被炼成美人善日日遭受的粉骨之痛似乎又回到了身上。我知道这是身体在提醒我，已经到了极限。我放弃防御，将灵力都用在控制爆炸范围的时候，就已经料想到会遭这一重罪。只不过没想到会这么疼。可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不知道那所谓的底牌的威力。不过好在我成功了。极少有人知道，我最是怕疼。其实我最开始努力修炼，也不过是因为不想让自己受伤，不想让自己遭罪。除了那几位已经先去的师长，知道这事儿的人也就剩下楚萧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幻觉，即将合上眼睛之际，我似乎看见楚萧打破了我设在洞府外的结界，直奔我而来。楚萧，我有点疼。番外楚萧视角，沈清善留给我最后的话，是在跟我说他疼。他娘的，你以为就你疼？小爷看你在自己的怀中咽了气，心有多疼你知不知道？你个大傻子，什么都要自己扛，就不能等等我？我这人除了自己，谁都不信。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竟然放沈清善进了我的心里。也许是看他明明害怕的要死，还挡在一群凡人面前跟邪魔对峙时，又或者是秘境里明明可以抛下我，但他还是选择将半死不活的我拖出秘境，放弃了他心心念念的剑谱时。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他不喜欢我，但是小爷已经非他不可了。沈清善只知道我闭关是为了炼化法宝，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法宝是轮回镜。这种传说中能回溯时光的宝贝，竟然让我得到了。哈哈哈，沈清善，你是不是眼红死了？我一直在等沈清善卸任仙尊，等他不再被束缚，然后我就可以跟他说，沈清善，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去游历湖泊山川？不过我还没等到，他就出事了。第一次使用轮回镜是在出关遇到柳思言之后。他柳思言将消息瞒的严实又怎么样？我喜欢沈清善那么多年，别说是练成扇子，就算化成灰我都认得。可也许是第一次使用轮回镜不够熟练，我只回到了3天前。我调查了柳思言的经历，在跟他虚与委蛇一段时间后，终于探清了他的底。趁着柳思言渡雷劫，我第2次使用了轮回镜。这一次我回到了沈清善还没有被练成美人扇的时候。回来第一件事自然是去找沈清善。不过这次沈清善对柳思言的态度似乎有点不对劲。我躲在一旁，看他对柳思言毫不留情的训斥，看他让自己的2徒弟去查柳思言的来历。我有种猜测，会不会沈清善也回溯了？我决定先静观其变一段时间。
不过柳思言竟然大胆地将沈清善做成了扇子，我自然不会让他好过。我仔细调查过他的过往，所以我去了他去过的秘境，准备让他次次空手而归。没想到每次都能碰到沈清善。破案了。虽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沈清善似乎知道他死后的事儿。沈清善做事不喜欢别人插手，所以我只能耍赖跟在他身边，准备趁他不注意帮他一把。也怪我自制力不够，他稍微对我好点，带我去个藏书阁禁地，我就放松了警惕。我竟然没有发现，他竟然打着跟柳思言还有系统同归于尽的主意。系统又怎么样？穿越女又怎么样？那不是随手就能捏死的玩意儿。只要没有祸害到你，管他呢。但我忘记了，沈清善是那守护一方的仙尊，他不想也不能任由这所谓的系统危害修仙界。不过还好，轮回镜一共可以回溯3次，我还有1次机会。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熟能生巧，这一次我竟然回到了初遇沈清善的时候。看着一脸稚气、雄赳赳、气昂昂拔剑直冲我而来的沈清善，我笑出了声。沈清善，我是楚萧。我是楚萧，喜欢沈清善的楚萧。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